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K，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我收到了2款时光龙 GK75， 其中一款是青春版。先不说它俩的做工怎么样，放在同质化比较严重的键盘市场中也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了。GK75 支持多旋钮的热插拔，外加分裂的空格。青春版这边是一个光轴的键盘，总之都是各有各的特点。这里就先聊一下这个3模版的 GK75在外观方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左右两边的旋钮了。刚到手默认左右都是音量旋钮，左边的旋钮按下就是原本的 ESC 按键。我现在用驱动调成了左边旋钮旋转的时候是调整光标的位置，可以快速的定位文档位置，比方向键会更加的灵活，也可以通过驱动去修改成其他功能，这一点就看自己的使用情况了。旋钮的编码器特意设计成了一个轴体的外形，官方给这个东西起名叫旋风轴通过底下的4个点位和电路板接触，键盘一共准备了6个位置可以安装旋钮至于放在哪里的话就看自己需要了如果真的想的话，甚至你可以把6个位置都插满当然官方就没有送那么多编码器，需要自己额外购买。这把键盘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牛逼的地方，就是在空格的位置这一块定位板是可以拆卸的，通过更换官方的分类模块，可以把空格分成3段。这种操作我还是第一次在量产键盘上见到调校难度也会比一般的一根空格更加的方便。至于键盘的外观方面对比之前我提到那些卖点，就显得比较普通了。方正的黑头上盖，正面是完全没有任何 logo 的，背面有一个金属名牌，上面有开关的刻度标识。放在背面的话，操作起来就相对的没有那么方便了。右上角这个2维码扫描之后就是键盘驱动的下载链接，对比其他品牌把驱动藏在说明书或者要询问客服后才给发的操作自己贴在后壳，方便的时候随时都能下载，这个还是挺好的。不过驱动做的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2.4G 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连接驱动的，只能通过有线连接使用。驱动界面的功能非常多甚至还内置了许多宏文件，可以一键实现游戏中的各种操作我觉得这个是好事但整个驱动的布局我觉得还可以再稍微的优化一下，现在的界面还是显得稍微臃肿了一些，有一些功能就算有也得花一件时间去寻找配合多层级可自定义的修改我刚上手这个界面的时候整个人都是猪脑过载了。从官网的更新记录来看这个驱动更新的还是蛮勤快的这里表扬一下工程师，也希望以后可以再优化一下这个界面吧。拆解方面的话难度并不高，先拧下脚身底下2颗螺丝，配合撬棍就可以很轻松的取下上盖了。定位板通过螺丝固定在底壳上，中间这个硅胶夹心垫大概是我见过最忙的夹心垫了，身兼3职，除了当好自己的夹心垫，还要当走下垫，还要当个硅胶垫片。官方管这个叫 Light Gasket 就是 Gasket 的青春版。有声音表现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偏向于刚性结构的键盘的说人话就是没有嘎位。键盘底部有一张珍珠棉填充，电池4000毫安时，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多加强筋的存在的，整体的刚度也非常 OK。轴座的话是 CIY 的，在官方的宣传页面上，这个 PCB 用了8芯片的管理拆开的时候确实这个视觉冲击感还是蛮强的，可以看到的地方都塞满了芯片无线方案是北欧半导体提供的。我也尝试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来测试这把键盘的稳定性，比如说隔了一扇门键盘依旧是可以正常触发的，就挺牛逼的。轴体方面也是青春版和3模版的一个主要区别，青春版用的是一个叫快银 V3 的光轴，这个和 TEC 那个不一样不要误会了。内部的结构和常规的轴体区别也是蛮大的，光轴是不需要依靠弹片通电来触发的，轴心去切割 PCB 上的光路来实现开关，所以就不需要去做弹片的去抖动，光轴的触发也会比普通的轴体更加的迅速，算是一个在游戏方面的优势了。但是有点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为啥时光龙的光轴内部还保留有金属弹片这块金属弹片是完全不参与任何轴体的工作的，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弹片音，有知道的大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一声。这个冰川玫瑰的话是一个大段落的轴体对大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相当于出厂就会上了个 buff。就第一感觉来说这个大件肯定是不会差的。我在更换成了线性轴之后就会有一定的杂音，左右会有一点点的空间层不过整体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
总结一下，这两把键盘放在目前相对同质化严重的市场可以说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键盘了。从轻纯版的光轴再到沙漠版的多旋钮分裂空格，都是有自己的创新点，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难得的。至于键盘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更多是在软件方面，比如说驱动适配的并不是很好，不支持 2.4G 有线连接，还有驱动界面相对比较臃肿这两个问题是需要以后工程师来不断磨合。结合键盘400多的售价，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产品当然你预算足够，我肯定还是推荐上这个沙漠版在功能方面会更多一些。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下期视频再见，拜拜。